第146章读神者。为什么？代替太阳询问的是正义奥黛丽。倒吊人阿尔杰没直接回答，自顾自说道：亚伯拉罕、安提戈努斯、阿蒙、雅各、塔马拉，就是支撑着图铎王朝建立，仅次于血皇帝的5大家族，其中阿蒙家族最为神秘，留下的历史最少，似乎是被什么力量给扭曲了，掩盖了从五海之王纳斯特那里传出过这样一个消息：阿蒙家族是读神者家族，他们掌握着窃取神灵力量的奥秘。还有，阿蒙家族自称远古太阳神后裔。戴里克伯格听得一阵迷糊，他的神话学知识范围内是没有远古太阳神存在的。巨人王奥尔米尔、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异种王克瓦西图恩、精灵之王苏尼亚索列姆、毁灭魔狼弗雷格拉、吸血鬼始祖莉莉丝、不死鸟始祖格蕾加利、恶魔君王法布提，这8位古神没有一个执掌着太阳权柄。戴里克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如果真要联想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倒是展现过太阳领域的神力，难道阿蒙家族是他的后裔？见太阳没有说话，倒吊人阿尔杰摸了摸下巴的胡茬道：阿蒙家族是1-2000年前的古老家族，几乎等同于历史。我很好奇，你们遇到的那位先生为什么能出现在白银城周围？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对啊，阿蒙家族在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那个世界，他为什么能出现于我们白银城周围区域？他为什么在答应了做客的请求后，却没有履行承诺，奇怪离开，并且造成了一整个小队的失控？除了那位队长，他想做什么？他在寻找着什么？如果他真是主的后裔，也许他的目的和我一样，找到古老年代里大灾变的原因，弄清楚诅咒的真相。太阳戴里克一时浮想联翩，好一会儿才摇头道：倒吊人先生，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这也是我想弄清楚的事情。阿尔杰略感失望的回应道：那你多和隔壁那位前队长交流，看能否挖掘出新的信息。说到这里，他想了想，还是叮嘱了一句：不过你必须足够小心和谨慎，我认为那个人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你也这么认为？太阳戴里克颇感诧异的反问道。6人议事团的长老们也这么认为。倒吊人往高耸的穹顶看了看，无声吸了口气道：不这么认为的人脑子才不正常。见太阳还有些迷惑，他摇了摇头道：整个探索小队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仅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他有不小的问题。待在针对失控者的地牢42年，却依然很清醒很理智，这更表现出了他的古怪。再加上那神秘的阿蒙，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都是戴里克平常有所思考但未串起来的点滴。此时听得豁然开朗，当即诚恳说道：我明白了，谢谢你，倒吊人先生。津津有味听着，观察着的正义奥黛丽忍住了伸手掩面的冲动，觉得太阳简直比自己还单纯。他见所有人的好奇心都得到了满足，就连阴沉的世界先生都稍微调整了坐姿，而太阳似乎也没有别的事情想要求助，于是侧头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浅笑道：愚者先生，我申请单独交流又来。克莱恩一阵好笑，轻轻颔首道：可以。他旋即屏蔽了倒吊人他们的感官，而非将自己和正义小姐隔离，这主要是担心其他人闲着无聊随意交流，从而暴露出世界只是一个复读机的真相。得到提示后，奥黛丽笑盈盈开口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又有3页新的罗塞尔日记在亵渎之牌被愚者的眷属偷走后，他并没有心虚的不再去王国博物馆，反倒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般大大方方的央求起父亲。于展览结束后的这周又得到了一次翻阅那本笔记的机会，奥黛丽认为这会让自己显得坦荡，是最好的避嫌方法。如果总是一副心虚的样子，不做按照正常逻辑应该去做的事情，那就算蒸汽教会之前没有怀疑，后续也会觉得有问题。而他根据自己的体会，相信一本日记最开头那几页往往会透露较多的东西，所以主要记忆了前3页。不等愚者开口，他忙又补充道：我明白这不是一件需要单独交流的事情，但我希望能再瞒魔术师小姐1到2周，这样一来，即使她以后知道了您需要罗塞尔日记，也不会怀疑我就是正义。他于这周中见过福尔斯和修一次，通过引导话题，自然而然地说出了收藏的那些罗塞尔笔记被爱犬苏茜玩闹咬坏，难以复原的事情。正常来讲，他不用再隐瞒愚者先生需要罗塞尔日记这一点，但他利用读心者的能力模拟了下福尔斯的想法，觉得对方会这么思考。什么？那是日记？那是罗塞尔记录自己秘密的日记？
连愚者先生都看中他。我记得奥黛丽小姐有一些……等等，她的那些日记刚好在几天前被狗咬碎了，这太巧了吧？为了不让对方这么想，奥黛丽希望能再隐瞒至少1周。成为读心者后，他不仅能直接看到目标的气场和情绪颜色，读取浅层次的想法，而且还能初步模拟别人的思维。于是他领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引导别人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突兀的、不符合逻辑和道理的行为，只有全部细节足够柔和、足够合理，让目标根本察觉不出自己被引导、被安排，才算是合格的读心者。柔和、合理是最重要的2个单词。奥黛丽在心里总结道，她再次去翻阅罗塞尔笔记，正是为了避免不合理。不愧是读心者，果然早就认出魔术师小姐是自己推荐的那2个人之一。克莱恩不置可否的笑笑道，你希望用那3页日记换取什么？他这个问题问得相当有底气，因为得到秘密之书后，他在神秘学领域的最大短板已经被弥补，而其余神灵的奥秘、序列的知识，他更是掌握了不少，随便抛一个出来都能应付正义小姐。不提心理医生的配方，就还是好朋友。克莱恩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奥黛丽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矜持了1秒道，愚者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亵渎之牌藏着神灵的奥秘？好问题。克莱恩暗笑一声，用一种给你个眼神你自己领会的姿态，低沉平缓的说道，序列灵，黑皇帝序列灵，还有序列灵，序列1之上是序列灵，这是代表神灵的序列。黑皇帝是神灵。奥黛丽的脑海内忽然涌现出一连串的问题，这让他又惊又喜，又满足又震撼。克制住心里的激动和难以掩饰的兴奋，他吸了口气，具现出了那3页罗塞尔日记。克莱恩拿到手里，快速瞄了一眼，确认这不是自己看过的那些。1143年2月23日，我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1周多了，我得写点什么，把某些事情倾诉出来，要不然我感觉我会疯掉，嘿嘿。我用简体中文写，肯定没人能解读，这个世界都是字母文字。我现在是罗塞尔·古斯塔夫，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真正的姓名黄涛。我究竟是怎么穿越的，我也不清楚。我认真回想了很久，才想起穿越前几天，我买过一个很有神秘味的银牌，它上面雕刻着一些奇特的符号和花纹，超有意思。不过穿越到这里后，它并未再出现，它不是我的金手指。这是一个类似于古代欧洲的世界，文艺复兴后的火炮和枪支已经出现，但都相当简陋和原始。而我黄涛罗塞尔古斯塔夫作为一名网络小说爱好者，曾经非常喜欢穿越技术流，了解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专门去阅读过相应的知识，这正是我大展拳脚的舞台。可是我发现我 TM 记性不好，都忘得差不多了。上天让我穿越，却没给我卓越的记忆力，没给我系统，没给我双向门，那还怎么混？好吧，先从一些细节做起，等我有了钱，再请一堆工匠、发明家和科学家帮忙。我只负责给思路。好久没有这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情绪了，不过还是有点想老头子和老妈啊。而且这个世界的娱乐太单调了，女仆1个2个都长得不怎么样，浑身上下都冒着乡村土腥气，让我预想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直接破产。我的临高500费还没追完，我的抖音小姐姐们还有好多待刷，我的农药和吃鸡正等着我灵性，想想还是有些惆怅。克莱恩读着读着，险些皱起了眉头。他原本从海盗王、天启4骑士等梗判断罗塞尔比自己早穿越3-5年的样子，可现在他发现双方穿越的间隔不会超过1年，可为什么到了这边却相差近200年？第147章，一个困难的问题。克莱恩认真思考了一阵，在心里提出了种种猜测，却因为缺乏足够的条件，只能暂时将事情的缘由归结于地球和这个世界的时间流速不同。我和罗塞尔间隔不到1年的穿越，在这里被拉长为了近200年。也就是说，即使我花费200年时光才找到回去的办法，也不会错过老爸老妈他们，顶多就是失踪了1年而已。克莱恩反向做出推断，心情一下好了不少，瞬间竟有点踌躇满志的感觉。当然他自己很清楚，这个推理是不严谨的，因为初始条件只有一个，且目前无法确定。万一罗塞尔比我后穿越呢？那说不定会牵扯到所谓的时空乱流，到时候根本没法保证能回归到合适的节点。克莱恩给自己陡然膨胀的情绪浇了盆冷水。
罗塞尔的第一则日记是他憋了很久的产物，足足占据了2页多。克莱恩翻到最后，阅读起剩下的2则。2月25日，真是一个无聊的世界，竟然连报纸都没有，小说也少得可怜。我认为我有必要做一做文化方面的扶贫，但这件事情的前提是得弄到一笔钱，得回想起改良的造纸术、印刷术。作为一名穿越者，我现在只能靠便宜老爹、便宜老妈给的零花钱来维持生活，亮闪闪的费尔金偶尔才能看见1、2枚。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不过狩猎倒是挺有意思的。2月28日，这个世界可能和我认知的有点不同。我今天因为狩猎在树林里迷路了，结果旁观了一场超乎想象的战斗，其中被围住的那个男人脸上竟然长出了额外的眼睛，整整4只，并从里面发射出墨绿色的光芒。这 TM 不科学啊！这是一个人形怪物，这其实是一个奇幻世界吧？那个怪物的对手更加厉害，召唤来了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光柱。应该是召唤来的吧？还好他们没有发现我，解决掉那个怪物后，就带着他的尸体离开了。黄涛果然是主角，刚穿越没几天就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许他们能辨识那个银牌上的神秘符号和花纹代表什么。当然，我不会去询问，我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自己破解。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我 TM 已经记不得那鬼画符般的花纹具体长什么样子了，只隐约想得起大概果然是主角。大帝，你是把自己的中二之魂都灌注到了日记里吗？克莱恩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他对那个疑似罗塞尔穿越原因的银牌很感兴趣，非常想弄清楚上面的符号和花纹长什么样子。如果确实能依靠这个世界的神秘学知识解读，那穿越或许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克莱恩放下日记，屈指敲了下书桌，解除了倒吊人和魔术师他们享受的屏蔽措施。你们自行交易吧。克莱恩后靠住椅背，微笑说道。魔术师福尔斯悄然吸了口气道，我想求购食灵者的胃袋和20毫升深海枪鱼的血液，用金镑支付我还有430镑，能买得起一件。他默默鼓励了自己一句。至于剩下那件的钱从哪里来，他一时半会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制约许多非凡者晋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呐，真的不能尝试超过本身能力的消费。如果不是为了彻底摆脱满月一语的影响，成为戏法大师，有了相对丰富的超凡手段之后，我都不会再考虑晋升的问题，甚至不再接触这个圈子，写书，攒钱，喝茶，和修一起逛逛街。等他完成那件事情后，就到北大陆、南大陆不同的地方旅行，不害怕危险和意外，好好享受生活。福尔斯的思绪忽然有些发散。就在他以为没人会回应的时候，倒吊人阿尔杰低沉说道，我在之前那次大海盗们的聚会上见过深海枪鱼的血液，但很可惜，你已经错过了。你应该早说的。不，我说错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加入塔罗会。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炫耀自己资历深？福尔斯暗自撇了下嘴，一本正经的问道。倒吊人先生，你帮我多留意一下，价格300到400镑都能接受。阿尔杰喝了一声。大海比陆地更加广阔，海盗们也许半年都未必能碰一次面，即使在他们销赃的各个群岛首府内，也不会出现非凡材料聚集的事情。只有贝克兰德、特里尔、圣密隆、费内波特城这些大都市才能吸聚众多的材料。听你的口音，你应该是贝克兰德人，或者说已经在贝克兰德定居多年。你的意思是还得靠我自己？福尔斯险些抬头仰望高耸的穹顶。这时太阳戴里克开口道，我知道几头食灵者大概的活动范围，但我不需要你们说的金镑。魔术师福尔斯假笑道，那你想要什么？太阳神官魔药的配方。正义奥黛丽抢先在心里作答。戴里克认真想了想道，太阳神官魔药的配方，这是序列期的配方吧？我听说过，可是这个序列的配方最少也要750镑，如果遇到急着要的人，甚至能卖值1000镑以上。而食灵者的胃袋和深海枪鱼的血液，每一件都不超过400镑，大部分时候只值300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福尔斯试图让太阳弄清楚，这不是一起等价交易。戴里克毫不犹豫就回答道，我可以给你2到3个食灵者的胃袋。至于额外提供深海枪鱼的事情，他根本没去考虑，他连海都没有见过。多的食灵者胃袋，我能拿来做什么？烤还是煎？卖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卖得出去。最主要是，
我现在买不起太阳神官的配方啊。福尔斯挤出笑容道，我会尝试去搜集。他想起了 A 先生聚会里那个戴面具、擅长进化的永恒烈阳信徒，想起了光之环戒指，认为能在那里获得太阳神官魔药配方的线索。但钱不够啊。魔术师福尔斯想了想，摸了下自己的脸皮，环顾一圈，异常诚恳地问道，各位，你们有什么赚钱的好办法吗？他话音刚落，就发现大家同时陷入了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宫殿，是安静的灰雾。看来大家都困扰于这个问题啊。而愚者先生是不需要金钱的。福尔斯明智地闭上了嘴巴。赚钱的好办法不就是拥有牧场、矿山、田地、工厂、股份等东西吗？你也可以去翻王国的悬赏令，按照价格和自身能够承受的标准依次完成。奥黛丽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赚钱经验，只能开玩笑般的在心里回应了几句。自行车项目了解一下。克莱恩忍住了操纵世界开口的冲动，这会让他的现实身份曝光。等了几秒，他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姿态，让世界阴沉嘶哑的说道，帮我留意千面狩猎者的脑部异变垂体和血液，以及人皮幽影的特性。深海那家的头发。克莱恩虽然现在只剩下589磅金钱，但他多了狼人的非凡特性和生物毒素瓶，并且考虑着找机会把前者制作成神奇物品，然后卖出其中一件。而这样一来，一件序列6非凡材料的费用绰绰有余，所以他打算让塔罗会成员们提前留意着，免得错过。好的，太阳戴里克率先回答，但没做承诺。相比食灵者、人皮幽影和千面狩猎者，并不是那么容易遇上的怪物。千面狩猎者，我好像见过他的化石。正义奥黛丽思索着回答道，我回去先确认一下，那化石在尼根公爵的宝库里。如果已经是化石，也许非凡特性早就被人拿走了。克莱恩操纵世界，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安静了一会，倒吊人阿尔杰道，你们帮我留意一个人，与之前提过的殖民地奴隶失踪事件有关。他自称巴伦，肤色棕红，有明显的南大陆人种特征，但有人偶然听过他用戴贝克兰德腔调的口音说话。他左边第3颗牙齿缺失，但很可能已经补上。另外，长相没有特点，身高也相当普通。如果你们能发现他的踪迹，报酬不成问题，至少100磅或等价的物品。光凭这样的描述，连占卜都无法完成，更别提现实找人了。愚者克莱恩环视一圈道，自由交流吧。结束塔罗聚会后，太阳戴里克返回了现实世界，重新置身于那黑暗狭窄的房间内。他谨慎坐了好几秒，没发现有任何异常变化，终于彻底松了口气。想起倒吊人先生让自己多向那位前探索小队队长套话，戴里克来到对应的金属墙壁前，屈起手指，笃地敲了一声，嘟嘟。他完成了暗号，可对面却久久无人响应。睡着了，或者被带去6人议事团了。戴里克看着那面无光的金属墙壁，疑惑地想着。这时，他背后床铺位置忽然传来了一道苍老而飘忽的嗓音，你在找我吗？第148章半透明的小虫。你在找我吗？声音刚一入耳，戴里克顿时僵住，浑身皮肤紧绷，根根汗毛立起。他怎么在我背后？他怎么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封印呢？那件神奇物品的效果呢？戴里克额头冷汗沁出，下意识就要扭头回望，但他的本能阻止了他的这种行为，而这本能源于白银城怪物常识课的教导和他加入巡逻队后经历的一些怪异场景。当有人在你背后说话的时候，不要急于转身。戴里克抬起双手，交握成拳于胸前，然后在高度戒备里，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半转了身体。房间内是一片深沉的黑暗，让人根本看不见任何事物。但戴里克的2只眼睛里却各有一点金芒膨胀，化作了2轮微缩的太阳。借助这奇光人的能力，他看见自家的睡床边缘静静的坐着一道黑影。那黑影飞快清晰，露出了被树枝劈开的脑袋，脑袋中间2片灰白色的大脑仿佛有生命般的蠕动着，彼此想要靠拢却无能为力。大脑的截断面上，粘稠的液体垂落成一根根细丝，却蛆虫般的往上收缩着。各在一边的眼睛离得很远，鼻梁从中间分开，血色鲜艳。左边的半张嘴巴裂开了，右边那半张却紧紧闭住。这可怕的怪物赤裸着身体，上面有横七竖八的一道道暗红伤口，那数不清的伤口狰狞着裂开了，露出一排排白森森的牙齿，
他们不分先后的说出了同一句话语：你在找我吗？他顿了顿，嘴角和伤口边缘全部翘了起来。你看，我是不是很正常？戴里克的瞳孔一下收缩，想都没想就将置于胸前，交握成拳的双手抬了起来。置于下颌处，如在祈祷。狭小的房间一下变得明亮，缠绕着火焰的纯净光束从屋顶垂落，打在了那个怪物的身上。这光束不如戴里克在圆塔外部使用时那么煊赫，因为这里的封印，这里的神奇物品隔绝了内外。可就在这个时候，戴里克愕然看见自己祈求而来的神圣光束陡然变粗，灿烂到让他忍不住想闭上眼睛。一息间，那堂皇煊赫的光柱里有更加纯净、更加浓厚的事物分离了出来，如同一个没有五官、没有衣物的光人。这光人豁然闪烁，扑到了那怪物身上。怪物所有的嘴巴顿时全部张开，仿佛在发出凄厉的惨叫。然而，戴里克什么都没有听到。那怪物剧烈的颤抖了起来，迅速在光人的烧灼和照耀里分崩离析，融化般消失。他近乎透明之时，那里突然诡异的出现了一道虚影，身穿黑色古典长袍，头戴尖顶软帽的虚影。这虚影黑头发、黑眼珠、宽额头、瘦脸庞，戴着一只水晶雕成的单片眼镜。他刚有浮现，光人陡地炸开，戴里克眼中一片白茫。等到他恢复视线，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置身于房间外面，置身于镶嵌着一个个金属灯架的走廊上，置身于昏黄光芒的照耀中。他茫然侧头望向房间里面，看见了一道高大健壮、穿深色长裤、披棕色外套的背影。背影前方，戴里克原本的睡床上，一点点晨曦般的光芒飞快凝聚到了一根白色的腿骨上，让它变成了一把纯白的锐利的直剑。直剑的旁边静静躺着一条半透明的小虫，它只有拇指长，纤细近乎孩童的小指，而一环又一环完全透明的颜色将它分成了许多节。戴里克一眼晃过，没去细数环数，只隐约感觉有10条左右。背对他的高大身影，探手拿起了那条半透明的奇怪小虫，边转过身体边叹息道：差一点。这个时候，戴里克终于看清楚了那高大身影的正面。他头发花白，疏于打理，显得相当凌乱。他法令纹颇重，眼角额头却没有皱纹，脸颊上残存着一些或深刻或扭曲的陈旧疤痕。他那里穿着亚麻色的衬衣，腰间环了一个分成许多格的皮带。他浅蓝色的眼眸深邃而沧桑，整个人像是一本写满了故事的书籍。戴里克先是一愣，旋即危险余生般的惊喜开口：首席阁下。他面前站着的正是白银城6人议事团首席，年纪超过100岁的强大猎魔者科林·伊利亚特。科林轻轻颔首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他有问题，但为了弄清楚那个叫阿蒙的人究竟有什么目的，存在哪些诡异，故意没直接清除他，而是将他关到了圆塔底部，封印于神奇物品的影响之中，并经常让一些只有失控前兆的非凡者住到他的隔壁，和他对话，看能否诱导他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变化，从而得到我们想了解的事情。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之前，他都很正常，但是太正常了。你认为他为什么会突然异变，突然尝试穿透封印？你感觉自己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原来是故意安排我住到那个前探索小队队长隔壁的。戴里克有所恍然的沉默了几秒道：或许是因为我的非凡途径和其他人不同，序列9歌颂者，序列8奇光人，也就是太阳途径。如果倒吊人先生说的没错，阿蒙家族是远古太阳神的后裔，那我让他出现异变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戴里克觉得自己把握到了一定的真相。科林表情没有变化的听完，上下打量了戴里克几秒道：我们有监控他，6人议事团成员轮流负责，但没想到他会突然异变，一点前兆都没有，而且行动非常果断，非常坚决。你刚才在房间内做了什么？戴里克正想着太阳途径与远古太阳神后裔的关系，一时竟没反应过来首席在问什么。等明白之后，他脑袋还有点发木，认真的回忆起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做，就是敲击隔断墙壁，试图和他交流。这个之前，我在参加塔罗聚会。塔罗聚会？戴里克忽然愣住，觉得事情恐怕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明白自己想的内容肯定不能对首席讲，可又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只能维持着平时孤单内敛时的沉默，思索着说道：
我敲了那面墙壁，敲了3下。在这个之前，我房间内的蜡烛熄灭了，一片黑暗。我有尝试练习我的部分非凡能力。克林静静地看着戴里克的眼睛，隔了10几秒才道：很可惜，阿蒙留在他灵魂内的不是本体，而且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们没能得到最想要的结果。在他异变之前，你是否有察觉到不正常的地方？没有，戴里克相当肯定的摇头道。克林的眼中忽然凸显出2个墨绿色的复杂符号，并将戴里克的身影映照到了他们之间。沉默了近10秒，这位白银城首席闭了闭眼睛道：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不需要再治疗，可以回去了。戴里克怔了怔道：好的。他看着猎魔者克林伊利亚特转身进入房间，拿起了那把纯白的锋锐的直剑，翻来覆去的检查。他悄然吸了口气，沿着过道向出口行去，路上遇见了陆续赶来的看守者们。漫步回到家中，关闭好房门，他仔细观察了周围一阵，坐到床沿，低低诵念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您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您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刚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戴里克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并提及自己的2个猜测。做完这一切，他安定了不少，而随着紧绷的褪去，他感觉到了强烈的疲惫，于是躺了下来，很快进入睡眠状态。安静而昏暗的房间内，一道道闪电时而照亮一切，时而没于黑夜。熟睡的戴里克右手食指忽然自行弹动，悠闲的轻敲起了床面，1下、2下、3下。结束塔罗聚会后，由于灵性消耗较大，克莱恩未去占卜狼人非凡特性和生物毒素瓶，直接回到了现实世界，并顺势午睡。于20分钟后醒转，拉开窗帘，让穿透薄雾的灰芒为房间带来了一定的光明。坐到书桌前的椅子上，克莱恩静下心来，思考起最近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还是继续总结魔术师守则，并根据灵性的微妙反馈做出调整。虽然不做无准备的表演，需要舞台，需要表演，善于用引开别人注意力的方式完成表演等守则，暂时来看都没什么问题，就这样一次次表演下去，一点点调整自身，我迟早会让魔药消化至可以晋升的程度，但这种扮演是不充分的，还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守则，会让消化的进度缓慢，会让它不够彻底，也许1年甚至2年、3年才可能晋升。而因斯赞格威尔不会停留在原地等我，只有尽快成为高序列者，我才具备报仇的资格。所以摸索其他的魔术师守则是之后的首要工作。先从验证观众的喝彩是否会撬动本身灵性，从而更好的消化魔药开始。就在克莱恩静心思考之际，他耳畔突然响起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第149章秘器仪式。男性嗓音：倒吊人先生，还是小太阳？克莱恩望了眼窗外阴沉的天色，起身进入就在隔壁的盥洗室，反锁住房门，逆走4步，来到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的空间内，巍峨古老的宫殿静静屹立，虚幻的男性声音层层叠叠，不断回荡。克莱恩瞄了一眼，确认祈求来自小太阳。他边坐到愚者的位置，边伸出右手，蔓延灵性，触碰向对应的深红星辰。豁然之间，祈求声变得足够清晰且层次分明。克莱恩迅速就弄明白了太阳在讲述什么事情。他隔壁那位见过阿蒙的前探索小队队长突然失控且诡异的穿透封印，来到了他的房间。幸好白银城对此足够重视，一直有所防备，否则必将酿成惨剧。太阳认为对方的失控不会没有原因，他猜测了2个可能：一是本身的非凡途径正符合远古太阳神后裔的需求，二是对方可能察觉到了塔罗聚会，察觉到了愚者先生隐秘的拉人。如果是前者，不至于等到今天，等到塔罗聚会结束才失控。大概率是后面那个原因。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能察觉灰雾之事的人。那个阿蒙很可怕啊，难怪他们家族在第4季被称为毒神者，即使姓氏本身也属于禁忌。克莱恩下意识看向深红星辰具现出来的对应祈求画面，仔细观察其影像模糊的小太阳，看它是否存在异常。克莱恩相信那个阿蒙绝不会这么简简单单就被清除，哪怕就像白银城首席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本体，也不可能。除非他完全没料到白银城的强者一直在借助神奇物品监控他，但这可能吗？当他决定让前探索小队队长失控，悄然穿透封印时，必然已经有一定的预案。思绪纷呈间，
克莱恩望向祈求画面的目光突地凝固了，模糊难以看清的太阳身上缠绕着一道透明虚幻的身影，他有手有脚，却如同蟒蛇，扭曲地环绕着太阳，脑袋则支到了太阳的头后。朦胧的画面里，他依稀穿着黑色的古典长袍，戴着铜色的尖顶软帽，脸上挂着水晶制成般的单片眼镜。对于这一切，太阳毫无察觉。克莱恩险些倒吸了口凉气，被对方的诡异手段吓到。他隐约明白了对方的目的，寄居于太阳的灵体内，等待下次塔罗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灰雾之上，就像病毒或木马那样。到时候，我对这片神秘空间的掌控说不定会被剥夺。真是毒神者啊！还好小太阳比较单纯直接，当即就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情，而通过相应的深红星辰，借助灰雾之上的力量，我能够发现他的奇特状态。克莱恩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此时此刻，他必须做出应对，要么快速想办法将太阳体内的阿蒙清除掉，要么暂时将太阳排除出塔罗聚会。审视自身，从魔术师小丑占卜家的非凡能力到阿兹克铜哨黑皇帝牌全黑之眼、太阳胸针、生物毒素瓶等物品，克莱恩都没能找到可以对付那个阿蒙的办法。对方的序列必然在4以上，而且手段足够诡异，能瞒过身为白银城存续基础的神奇物品和强大的猎魔者，绝非普通的事物和能力可以清除。想了片刻，环顾一圈，克莱恩发现唯有灰雾，唯有这片神秘的空间才具备解决阿蒙的可能。必须想办法撬动他的力量，之前的献祭和赐予仪式就是榜样。有了这么个思路，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那本秘密之书。这源于古代巫王卡拉曼的神秘学书籍，记载了不少向原始月亮祈求帮助的诡秘仪式，而之前浏览过的克莱恩依稀记得其中有几个适合于这种场景。当然，将指向变为愚者后，对应还要做什么改动，会不会有效，都属于未知数，只能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来尝试。克莱恩翻动书册，视线停留在了一个仪式上。血月祭里这个仪式魔法与克莱恩以前学的简单类型有明显不同，运用了秘器元素。它的流程是，先用富含灵性的材料，最好是非凡者的血液，于一张动物皮革上书写下秘器对象的尊名，画上相应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如果有必要，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完成这一步后，仪式主持者布置祭坛，拿起那张皮革，不断诵念尊名，并让自身的灵性蔓延入皮革内，逐渐发散，与对应的那位伟大存在隐秘存在一点点契合，获得相应的精神体验或一定的帮助。这个仪式最终的结果是未知的，全看那位伟大存在隐秘存在给予什么，或者说，根据本身特点的不同，通过那种秘密的契合能得到的知识和力量也不同。这种较为模糊、较为主观的仪式，正好给了克莱恩操纵的空间。他要是一开始就摆出准备强力清除阿蒙的姿态，对方必然会做出反抗，制造危险的意外。如果秘籍对象是真实造物主和隐匿贤者这种，仪式结束疯掉是正常现象。克莱恩嘀咕一句，具现出纸笔，开始改动起血月祭礼，要将它变成属于愚者的秘器仪式。首先，他要将尊名替换为黄黑之王那3句，其次是把象征符号改为愚者座椅背后的那个由部分象征隐秘的梧桐之眼和象征变化的扭曲之线组成的独特符号。再次是根据象征符号和神秘学知识设计对应的魔法标识，这是最困难的一步。一旦出错，整个仪式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最后是修改祭台的布置，让它更贴近愚者，更贴近黄黑之王。忙碌了一阵，克莱恩有了新的秘器仪式，不知道是否会产生效果的秘器仪式。他仔细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无误后，蔓延灵性，低沉回应起小太阳：我知道了，我有件事情交给你做，试验一下这个仪式是否有效。太阳代里克忽然从无梦的沉眠里醒来，他的眼前是没有边际的灰雾，是高高在上的愚者，耳畔则回荡着一段段虚幻高远的话语。他知道愚者先生偶尔会让塔罗聚会的成员们做一些小的尝试，似乎是在验证某些事情，对此并不感觉奇怪，很有行动力的翻身坐起，找出了怪物皮革、奇特草药等事物。至于仪式里描述的富含灵性的材料，戴里克没浪费时间去尖塔或地下交易市场购买，直接拿起飓风之斧，在自己的手臂上割了条口子。
他沉默着用自身的血液为墨水，在坑坑洼洼的怪物皮革上书写起愚者的尊名和对应的象征符号、魔法标识。过了一阵，他放下尖端染血的羽毛笔，看见皮革之上诸多符号神秘，色泽鲜红欲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妖异味道。处理好手臂的伤口，脸色已经有些苍白的戴里克快速布置完简单的祭台，拿起那血红单词和各种符号触目惊心的皮革，将它紧紧握于掌心。他看着眼前摇曳的烛火，闭上眼睛，低下头颅，不断诵念起仪式对象的尊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戴里克的灵性慢慢流淌了出来，进入了那张皮革，上面的巨人与单词和魔法标识随之飞快变亮，鲜红到吓人。这时已进入冥想状态的他，只觉精神一点点发散，飘向了无穷高处，与灰白的雾气与隐秘的伟大存在有所接触。灰雾之上，巨人居所般的巍峨宫殿内，发现太阳没有耽搁，直接准备起仪式的克莱恩正等待于这里。突然，他感觉整片神秘空间轻轻颤动了起来，那静止般的灰白雾气出现了明显的流淌，太阳对应的那颗深红星辰则大放光明，散播出潮水般的虚幻光芒。这无数光芒凝聚，变成了模糊的太阳身影，他正摆出祈求的姿势，闭着眼睛，低着脑袋，等待与伟大存在一点点契合，获得奇妙的精神体验。他的身上那透明的身影依然蟒蛇般紧紧缠绕，但脑袋已向后扬起，望向了高处，水晶制成的单片眼镜正闪过微光。他在寻找微妙的隐秘的联系，他应该认得出这是秘契仪式，可却没做任何阻拦，想的就是寻找联系。克莱恩忽然闪过了这个明悟，并感觉到灰白雾气与他之上的神秘空间同时荡起了阵阵力量的涟漪。可是克莱恩却暂时没有办法将这些力量与本身的灵性结合成可以驱除邪灵的非凡效果，除非另外再来一个相应的仪式。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他没法分心两个仪式同时举行的仪式。视线快速一扫，克莱恩的目光停留在了太阳胸针上。第150章高位格，也许可以用它做桥梁。克莱恩脑海内刚闪过这么一个想法，右手已然抓起了太阳鸟形状的暗金色胸针。与此同时，他以自身的灵性为漩涡，将神秘空间内被撬动的力量吸聚了过来，潮水般导向太阳胸针。灰雾之上的轻轻颤动一下变得明显，点点纯净光华交错着，席卷着，奔向了克莱恩，与他的灵性合二为一。暗金色泽的太阳鸟胸针旋即绽放耀眼的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浓厚，瞬间凝聚出了一滴又一滴金色的半透明液体。这些液体飞快融合在了一起，化成了一个与克莱恩等高的人影。金色的人影，神圣的人影，果然可以。更高层次的力量让制造出来的太阳圣水更接近于神赐。克莱恩心中一喜，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象征太阳的深红星辰，投向了正等待着与伟大存在一点点契合的身影。至于金色太阳圣水凝聚成神圣人影的事情，并非太阳胸针产生的异变导致，而是克莱恩下意识间冒出的想法。到了这一步，他已经能让那金色人影上前，通过虚幻的深红星辰与秘契仪式中的小太阳重叠融合，驱除掉他体内潜藏的邪灵，并带给他一定的知识和奇妙的精神体验。可是此时此刻的克莱恩却没有太大的信心。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被撬动的力量层次明显高于他的灵性，让他无法较为顺畅的掌握。由此形成的金色人影力量驳杂，多有混乱，不够协调。如果就这么使用，效果顶多有预想的10%。而那位阿蒙疑似远古太阳神后裔，出生于第4纪图铎帝国的独神者家庭，即使不是本体，也顺利瞒过了高序列的猎魔者和维护着白银城存在的强力神奇物品。光靠10%的效果，克莱恩确实没什么把握。他最开始的打算也只是尝试一下，实在不行就暂时屏蔽小太阳，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再重新连接。不过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克莱恩自然想做到最好，争取能一次成功。伪装成接近神灵的愚者久了，还是有点骄傲，有点想要面子的。他自嘲一句，准备在最后时刻再找一找提升金色人影驱邪效果的办法。当然只能浪费几秒钟的时间，否则仪式就结束了。克莱恩的目光再次扫过青铜长桌上摆着的那些物品，心里只想着高层次、高位格等词汇。基于占卜家的灵性直觉，
他的视线停顿在了一件物品上，亵渎之牌，黑皇帝牌。克莱恩拥有的所有物品里，只有他才能匹配高层次、高位格这些词语。至于阿兹克铜哨，克莱恩清楚的记得，当初在黑金级安保公司面对邪神子嗣时，他是完全被压制的。可是黑皇帝牌高层次、高位格的是里面的知识啊，不对，持有者晋升高序列后，它本身也能与需要的非凡材料产生微妙感应，而且它还具备反占卜、反预言等特点，也就是说，它本身的位格并不低。我不需要拿它来战斗，只要能利用它的高位格，压制住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被撬动的力量，让金色人影驳杂混乱、不协调、不自然的程度降到最低就行了。克莱恩迅速有了想法，探手抓向了背面朝上的黑皇帝牌。就在这个时候，他眼角余光扫到了一幕让他惊恐的场景。深红星辰虚幻光芒勾勒出的太阳身影内，一只干瘪到只剩皮肤和骨头的手掌猛然伸向前方，缓慢但坚决地抓向了深红星辰的边界，给人一种正穿透现实、进入精神领域的感觉。那个阿蒙在尝试着借助联系，打开界限，将手伸入灰雾之上。无垠的灰白雾气第一次出现了些许混乱，之前的流淌仿佛汇聚成了波浪，汇聚成了大风。克莱恩瞳孔一缩，不再犹豫，拿起了那张黑皇帝牌。这件物品刚一入手，他立刻就感觉自身的灵性不再屈服于神秘空间被撬动的那些力量。豁然之间，那金色的身影变得异常高大，背后长出了一对又一对漆黑的巨大的翅膀，足足12对，而每一对翅膀上都有明暗交错的铭刻着诸多神秘符号的羽毛。金色与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巨大的身影在克莱恩的驱使下，张开一对对翅膀，遮蔽住了巍峨宫殿的宽广穹顶。无声无息间，那神圣又堕落、光明又阴暗的人影闪现了出去，与深红星辰虚化出的小太阳重叠在了一起。光影交错，狂风肆意，那只干瘪到没有血肉，只剩皮肤与骨头的手掌难以遏制的往后收缩，但又坚决不退。他就像一个掉落悬崖之人，伸手抓住了救命的凸起，死也不肯放开。虚化而庞杂的声音里，光与暗彻底爆发了。那只干瘪的手掌终于失去了支撑点，猛地向后向下掉落，并不断崩解与消失。过了好几秒，灰白雾气和位居它之上的神秘空间彻底恢复了平静，仿佛千万年来都无人踏足。克莱恩凝眸再看，小太阳模糊的身影上已不再有那扭曲的虚幻的诡异的家伙缠绕。他难以控制的舒了口气，然后将前后的对比画面具现出来，丢向了深红光芒勾勒出的小太阳身影，让他自己领会。白银城、伯格家，太阳戴里克觉得自己同时出现了清醒与恍惚两种感觉。他仿佛看见了一道道难以描述形体的身影，看见了蕴藏着无穷知识的不同颜色光华，看见了一道俯视着所有雄伟而高大的金色人影。这人影是立在浓郁灰雾里的愚者先生旁边，背后有12对漆黑神秘的巨大羽翼。不知不觉间，戴里克感觉自己接触到了那金与黑对比强烈的人影，不仅身心都变得温暖与纯净，似乎明白了什么叫做阳光，而且还直接领悟出了怎么制造圣水，怎么驱除邪灵的知识。这里面还包含着一些他无法理解的画面，比如高耸的隐秘的金字塔形陵寝。那奇妙的精神体验让戴里克陶醉了，就像回到了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进入了想象的太阳照耀之地，直到一切消失，房间内简朴的家具映入眼帘，他才回过神来。这就是课本上讲的秘器仪式吗？2000多年来，白银城没有一个人成功过，没有一个人接触到伟大存在。此时此刻，戴里克的沉闷和孤寂少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愚者先生所谓的试验，是在确认我们白银城所处的环境是否能完成秘器仪式。那诸多的知识和奇妙的感受是他给予我的报酬。戴里克再次低下脑袋，异常尊敬地说道：“感谢您，愚者先生。”就在这时，他眼前突然又弥漫出灰白的雾气，雾气的中央是高居于上的椅子，是悠闲而坐的愚者。紧接着，戴里克看见了自己被透明虚幻身影覆盖着的自己。那身影穿黑色古典长袍，戴同色尖顶软帽，脸上挂着水晶制成的单片眼镜，蟒蛇般的缠绕在他的身上。那个阿蒙没有死，他躲过了神奇物品和首席阁下的关注，寄生于了我的灵体内。戴里克的眼睛陡然睁大，旋即看见了现在的自己，
不再被阿蒙缠绕的自己。愚者先生发现了他，解决了他。太阳带里克一颗心落回原位，额头尽是后怕的冷汗，脸上则本能浮现出崇敬的神色。他下意识就按照神话学课程里描述的话语说道：赞美您，伟大的愚者先生。不知位于何处的深沉黑暗里，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附近。这是一个布满沟壑的平原，一个青黑色的独眼巨人正无意识地徘徊着。他的眼眸毫无神采，他的脸上到处都能看见腐烂流脓的痕迹，他的身体内弥漫出灰黄色的气体，与半空交织成一片片云朵。而在他的脚下，那片平原最幽邃的沟壑处，有道人影正立在边缘，俯视下方。借助闪电的光芒，沟壑底部隐隐约约呈现出了一座厚重宽广的灰白建筑。那道人影穿着黑色古典长袍，戴着同色尖顶软帽，黑卷发，黑眼睛，宽额头，瘦脸颊，与戴里克伯格见过的虚影一模一样。他抬手捏了捏水晶制成的单片眼镜，扭头望向了左侧，望向了远方。果然，他忽然低语出声，用的是古弗萨克语。停顿了一下，这人影嘴角勾勒笑容，念出了一个单词。愚者话音未落，他已然跳入了面前的沟壑。此时，闪电平息了1秒，黑暗彻底笼罩了这个世界。解决掉致命危险的克莱恩重新返回了现实世界，再次感受到了提升序列的迫切。被我清除的那个阿蒙并不是本体，如果他确实对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感兴趣，要不了多久就会重返白银城，到时候不知道那2件传说中的神奇物品和3位猎魔者是否能挡得住他。他一个分身就如此诡异可怕，本体可想而知。所以得尽快总结出其余的魔术师守则，通过消化和晋升更好的掌握住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白银城那位牧羊人长老，如果他确实会被真实造物主污染的话。克莱恩打开盥洗室的门，沉思着下到1楼。